大家好，我是 Celine。身为海人来非洲旅行，当然不能错过世界知名的红海。这一次我特别在埃及停留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其中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待在潜水圣地达哈布，终于可以亲眼看看这个听说是新手友善，同时也是技术潜水员圣地的蓝洞。在这影片我会用水肺潜水的方式带你们看看埃及红海的真面目。如果你对世界5大蓝洞之一有兴趣，记得把影片看完哟。今天的行程是我这一次在达哈布最期待的，就是我终于要去红海水肺潜水了，全世界的5大蓝洞之一，我今天就会去到。然后今天其实已经是我在达哈布的第4天了，因为我前面都在认真的训练我的自潜，然后今天终于抓到一个休息日。没有要休息的意思，马上来潜水，因为我实在是太好奇，就是大家说全世界最美的蓝洞之一，还有最危险的蓝洞之一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所以我现在已经要准备出发了。然后这个漂亮的地方呢，就是我这一次跟的潜店，这间店叫做 Slide Dive， 其实大家的价格都差不多。这一间是我们情侣推荐说他们是很新，然后非常非常专业，然后服务也很好的。现在要准备去着装了。准备出发。今天其实要潜2潜，然后我们现在要先去我们第一潜的地方，叫做 Canyon。除了蓝洞之外，在这边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潜店。刚刚接待我的人是说，他其实更喜欢 Canyon， 所以今天应该是2潜都会非常的精彩。我们看达哈布就是像这样子依山傍海的地方。这边是整片的山，然后这边其实是可以攀岩的。我们等一下就要跳下去这个地方潜水。现在要去的潜点叫做Canyon， 就是在海底30米处的一个峡谷。其实有些人说他们觉得 Canyon 比蓝洞还要漂亮，所以我今天会告诉你们到底哪比较漂亮。但总而言之，今天的2个潜点 Canyon 跟蓝洞都是达哈这边最。Okay, it's alright. Don't be so shy. All day, all night. Yeah, I need to know. Do you wanna go fast? Do you wanna go slow? I could be slow, but everything's brighter when you say hello. Got sunshine. Okay, it's alright. Don't be so shy. All day, all night. Out all summer when you go and get sad. All I'm saying is I want you bad. Hot sunshine. 我们在这个峡谷里面的时候。有一个男生好像太兴奋，然后就在很深的地方狂游，然后就没有气，还有100，我们就上来了。因为比较没有经验，没有关系，上去再跟你们说我的感觉。蓝洞就在那里了。到蓝洞了，我现在有一点点的兴奋，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是我应该是过几天才会来这边训练自潜，但是这里就是传说中自由潜水员的训练圣地蓝洞了，那边就有130米哎。分享一下我对于刚刚那一潜那个 Canyon 的感想，就是我觉得还好。
其实是还蛮酷的，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是从峡谷的正上方，然后下去下面看那个地形。那其他的部分其实就是像我之前在斯米兰潜水一样，是浅浅的，然后都是珊瑚。刚刚那个点最有名的就是下面那个峡谷，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待的时间还蛮短的，因为我这次的2个前伴，他们其实是在上他们的 Advanced 的 Open Water 的课。虽然说我们刚刚待的时间短，但是我们应该该看的、该去的地方也有去到。可能因为我觉得我在兰屿、在绿岛都有看到类似这种海底就是拱门的地形，所以它对我来说并不是到特别的惊艳。好，我们现在先来从高处看一下蓝洞，有点不够高，看不出那个圆圆的形状。从正上方空拍下，应该就可以看到很清楚的洞。但是要跟大家澄清一下，虽然说蓝洞潜水就是很多人说很危险，但是其实危险的是底下那条拱门，就是那个通道危险，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来这边 fun dive， 然后浮潜。不要挑战自己去那个底下的拱门的话，其实是没有那么危险的。所以很多人听到我要来弄说哈那边很危险呢，其实不会。我们等一下做的呢，应该也会是个简单的 fun dive。这里就是蓝洞的地图了。然后我们其实就是在这边的餐厅，下水的时候呢，会先上走到这边之后，这里叫做 Bells， 然后我们会从这边下水，然后下水就在这边经过一个拱门，放心是26米的拱门，不是50几米的那个。我们会从这边下潜之后到32米，然后沿着30米这样子回来，一路看珊瑚。这样子回来就会到蓝洞了，然后这个地方就有这边写有深到100米，然后最后从这里上岸。道歉跟我们说，上一次有人在这边死掉是上个月，应该也是因为淡醉的关系，然后上次那个过世的人是水肺潜水的。其实真的会自潜来这里挑战拱门的人不多啦，因为那真的是难度很高，大家如果看到纪录片也知道。但是水肺潜水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成功率就会高一点，所以还是蛮多人会想要来挑战的。它的那个拱门其实在50几米嘛，然后你要再穿过一个隧道再上来，其实它已经算是技术潜水的范围了，所以我们这种只有 LW 的人是做不到的。你要经过特别的训练，在底下可能有淡醉的问题的话，就是很有可能你会游得比较慢，最后就可能会上不来。我自知我经验不足，如果我之后有变成就是真的比较有技术的水肺潜水员的话，我再来拍这个挑战拱门的影片。这次我先这样子。准备出发，我好久没有岸潜了，很久没有这种要在岸上背气瓶的感觉，已经习惯就是一跳下水就直接是海了。会从这里下水，等一下游，从蓝洞这边上岸。Tokyo lights in the moonlit sky, Paris the light bulb strung in the air. I can see sky green in the backyard. We were lying on that drum. We had a cake down table, mountain top with cheapest takeout food. I could hear Cairo streets and the sound of the trees in Mumbai and the distant city tune. When I saw that view, yeah.在蓝洞的潜水了，觉得有一点点小可惜，因为其实刚刚最后的5到10米那边其实超级漂亮，
其实现在这边也可以看到，这里的水啊是真的超级清，然后离岸边这么近的地方都是满满的珊瑚。然后刚刚那一块其实超级漂亮的，我其实很想要再待久一点，可是好像就是有人的气也快用完了，所以我们就上来了。这是一个让人很享受的一起，它没有那种很激动的时刻。可是刚刚自从我跳下水的那一刻开始，就是满满的珊瑚，差不多快40分钟，我没有一秒我的右边的墙壁是没有长满珊瑚的，就是实在是生态非常非常的丰富，然后也有很多的小鱼，我还蛮喜欢的。刚下水的那边其实还蛮漂亮的，就是类似一个隧道，直接往山上，那里还蛮帅的。蓝洞后面这边就是有很多的餐厅，我们现在去这边休息一下，就结束今天的潜水行程。目前为止，我其实只潜了2潜，但是已经算是达哈这边最具指标性的潜水的地方。以水下来说，没有觉得惊艳到不行，就是你一定要专门为了潜水来这里。但是我觉得这边被比喻成是潜水圣地，我觉得是整个地方的 vibe。就像这个地方，你们看，就是上岸，然后你就有一个像这么大的空间可以休息。出现在这边的人，就是几乎都是潜水的人。目前潜过很多地方，也很少见的，尤其是蓝洞这里，好像就是专门为潜水就是设计的一个地方。我其实还是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但是我可能不会就是专门想要来潜水。这里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活动啊，像是攀岩啊、爬山啊、沙漠，就是水肺潜水会是我这整个 trip 中的可能是其中1-2天，它不会是我来这边我每天都要潜水。我还是很建议你会水肺潜水的话，可以来这边一趟，因为这边的我觉得潜水环境是真的非常的好，而且我觉得尤其是因为这边竞争又强，所以大家的服务品质算是还挺好的，然后教练也还蛮专业的。这一次找的这间Slide Dive， 我确实是觉得他们的不管是服务，然后还是教练的专业度，然后整体的装备也很新，就是其实都还蛮好的。唯一我觉得比较不是很满意的，就是因为我这次被就是放在跟上课的人一起，那就是潜水时间就没有那么长，但是我相信这个可能就是我运气比较差，或者是你们如果来是一次有2-3个人、3-4个人，你们可以直接跟一个岛潜，就没有这样子的问题了。对，所以还蛮推荐可以找 Slide Dive 的。然后这边的潜水价格其实都差不多，我这边是2潜70欧元。现在其实就坐在我这间 hostel 的泳池区，然后这边有休息的空间。今天刚好是我们这间情侣1周1次的 pool party， 所以他们现在在准备我们的厨房，然后这边有一个交谊厅，对，然后我们住宿其实是有附早餐的，每天就是在这边吃早餐。这间呢叫做 Rafiki， 然后他们很特别的事情，你一入住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个 QR code，QR code 扫进去就是里面就是有很多关于达哈的资讯，然后他们推荐的餐厅、可以去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这边的历史的介绍啊什么的。然后我还有被加进去一个 WhatsApp 的群组，就是所有住在这里的旅客都在里面，所以大家可以在里面就是交流啊，然后约出去玩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这间 Rafiki 的青旅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你们看，这是他们的 event 的公告栏。今天的 event 就是有 pool party， 然后晚上有一个 open mic 的活动，然后他这边也有写明天有什么样的活动。这间青旅还蛮特别的事情是，它除了就是帮你安排一些可能出去玩的行程之外，其实他们每天都会举办不同的活动。像昨天晚上就是大家一起去野营嘛，有时候他们会带大家去参加一些 local event， 然后或者是大家就会直接在这个厨房一起煮晚餐。他们就是用各种方式可以让你认识达哈还有来这边玩的人。有些比较害羞的人是不太容易跟人交朋友的，可是
在这里就是完全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它会帮你创造各式各样的机会。来到这间青旅之后，朋友跟活动跟你要干嘛的行程，全部都不用再烦恼，他每天都会有推荐让你做的事情。好，简单的带一下房间的部分。虽然说他们是情侣，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就是东西很多，你想要有自己的空间的话，其实他们也有提供这种就是公寓的选项。像这边就是我的客厅，然后电视，然后这边厨房还蛮齐全的，还有洗衣机，然后跟另外一间房间共用。这个是我的房间，是我的浴室，还蛮干净的。我订这间好像一个晚上，850左右，快不到900块。就其实如果你们是2个人来订这间双人房的话，就是差不多是情侣的价格，但是你同时又可以有私人空间，但是你又可以跟这边的人就是很容易可以交朋友。时间过得超级无敌快，现在已经是我在达哈布的最后一天了。我等一下要搭下午的飞机到下一个城市去，因为有点太享受了，然后又交了不少的朋友，我就想要好好的跟朋友在一起，不想要一直拍。所以最后1个礼拜的时间，我其实拍的超级无敌宇宙的零碎。总结来说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我觉得达哈布真的是一个很适合喜欢海又很享受这种慢生活的人，而且尤其是我觉得对于亚洲人来说，因为就是我们可能去过很多海岛，然后菲律宾、泰国可能都会长得有一点差不多，但是达哈布又有一种很新的感觉，因为附近是山，有沙漠，有骆驼，然后是很不一样的文化，所以我其实还蛮建议，就是如果你是喜欢海岛、喜欢海，然后你想要换个地方度假看看，可以选择这边。但是有个缺点，我要先说，这里的海滩其实不漂亮，就是它是那种你知道这种石头或者是粗粗的沙子。但是我觉得这边赢在的是氛围，因为他们这边真的很会布置，就是就算在一般的海滩，它就会铺个漂亮地毯、漂亮抱枕，把你服侍得服服帖帖的，然后也便宜，还是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度假的选项。对，然后这一次虽然说我只有拍到水肺潜水跟自由潜水，但是其实这里很有名的是，你还可以玩风筝冲浪，然后你其实这边也很适合攀岩。我觉得在达哈布最好的玩法，你可以跟我一样，就是订那个 Rafiki Hostel， 我是真的很满意，也是因为住在这间 hostel， 我这次才有认识了这么多好朋友，然后还有参加很多很特别的活动，然后去很多很漂亮的地方。我觉得我还蛮感谢在达哈布的这一小段时光的。对，因为我另外一镜片有讲到，我原本是想要来自潜训练的嘛，结果我受伤了，所以不能训练。反而最后这个礼拜我有很完整的休息到。推荐大家，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心需要休息一下的话，达哈布是一个很棒的选择，跟恒春有一点点像，对，是一个我会再回来的地方。那剩下的我就不多说了，留给你们自己来体会。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喜欢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一个喜欢，然后把影片分享给你想要一起来达哈玩的朋友，也不一定要找朋友来，我觉得这边超级适合一个人来。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拜拜。